有缘人告诉你一个秘密，保护自己能量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回应。对于不喜欢的人、看不惯的人、消耗你的人和事，不回应，不纠缠，不共业。弟子问师父，如果有人指着你骂你会怎么处理？师父说，我就静静地看着他骂，看他暴跳如雷，口不择言，看他愤怒的火焰在焚烧。其实当你静下心来的时候，你会同情他，会觉得他好可怜。因为如果他向你输送负能量的话，说明他身体里面已经负能量满满了，炽盛的负能量在燃烧他，这样不觉得他可怜吗？如果你不回应他，你可怜他，默默地祝福他，你就不和他共业，你在你的天堂，他在他的地狱。如果你回应他，你就和他产生连接了，你们就共业了，你就会被他拖到地狱，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所以我们要避免共业纠缠。不共业并非冷漠无视，而是在理解与同情中保持距离，不让自己成为负面能量的传播者。你可以在适当的时候，以柔软的言语引导迷途者回归正道，但心中切记，不可有丝毫嗔怒与怨恨，以免不慎跌入共业的漩涡。正如莲花生于泥泞，却不为其所染，你也可在红尘俗世中保持内心的清净与高洁，在日常的点滴中修行。不论是工作还是生活，都将每一次考验视为提升自我、净化心灵的契机。如此，即便身处于纷繁复杂的环境中，你的心依旧能安住于自己的天堂，不为外界所动。有人背后污蔑你，散播谣言攻击你，利用谣言离间你，制造不实言论孤立你。如果你辩解自正，那就入局了。害怕你的人才会攻击你，嫉妒你的人才会贬低你，重视你的人才会针对你，在意你的人才会控制你。诋毁的背后是仰望，恶意的背后是认可。只有能力不强且害怕被超越的人才会诋毁你。与其说是突如其来的恶意，不如说是蓄谋已久的仰望。人们往往对自己渴望但又很难轻易获得的东西采取贬低、诋毁的态度。诋毁你，实际上就是在承认你的价值。诋毁又何尝不是一种羡慕？道德经有言，善者不辩，辩者不善。随意诋毁别人，是自身德性的显化，是内心匮乏所滋生的。嘴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真实的内心世界。说话是本能，说好话是修行。欲成大树，莫与草争。将军有剑，不斩蝼蚁。比你修行高的人会鼓励你，和你同一层次的人会欣赏你，只有比你差的人会诋毁你。所以没必要纠结，没必要计较，没必要理会。心要大，眼要圆，向外求，求而不得；向内求，生生不息。太上感应篇有言，福祸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诋毁别人是在呈现负能量，
是在作恶，因此吸引来的也是负能量，是在自己扭曲的念头下消耗了自己的福报。怎么做？一是不回应，不自证，心不受力，事不共业。你在你的天堂，他在他的地狱。别人通过消耗他的福报来诋毁你，实际上就是送来了上等的供养，用他的愚痴来帮助我们精进修行。我们的信念和力量要用在内在的学习和成长上，以及对众生的付出奉献上，而不是消耗在口舌之争上。不急于解释，也不过于自证，不与负能量纠缠，不让负能量耗费我们自身的能量场。二是觉察起心动念，语言是起心动念的反应，会带来因果。当别人议论、诽谤他人时，我们要做到不参与，善护口业，多用爱语和慈悲之语，真诚地对待周围的人，保持正念正见。当正念充盈，自然不会造口业，万般皆散去，唯有业相随。福田自种，行为自端，是非自辨，释怀别人的错，放过自己的心。往往在你觉得某个人不好的时候，你就会与他共业。一个人在你面前实现了他不好的一面之后，你看不到事物背后的因与果，只是看到当下他做的那件事儿，觉得他不好。用你的认知去评判对立的时候，你就已经受他的影响，与他共同承担了他所做的恶业。所以如果你的内心对某个人特别的恨，特别的放不下，觉得他特别讨厌邪恶，那么你一定与他共业。那个业里不是你去替他背的，是你自己的认知给你带来的。因此我们要学会时刻觉察自己的念头去转念，不要让自己执着在那些负面念头和认知里，不被他人影响，你才能不被牵扯其中。我们一定要牢记一个思维，并且去践行它，就是所有的烦恼，所有你看不顺眼的人和事儿，与那些人和事儿毫无关系，都是我们自己内在的标准和分别。你看孩子把屋里弄得很乱，马上就开始烦恼，想要发火，其实他没把屋子弄乱。你也会因为别的事儿发火，你心情好的时候，他把屋子弄得再乱，你也不会烦躁。街上人很多，让你觉得心烦意乱，那街上人少的时候，你就不会心烦了。自己的心乱与人多人少并没有关系。要搞清楚一件事儿，抱怨嗔恨地对人事物去评判的时候，那个难受和痛苦一定是自己。深刻明白这一点，不停地修正自己的心态。我看他不顺眼，实在是我的问题，是他不符合我内心的那些标准，与他无关。久而久之，你就形成了习惯。而且我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如果你能对一个人或者一件事儿，从原有的怨恨完全转换到慈悲与爱的频道，那么那个人、那件事就会随着你的心念转变。当你什么都不在乎了，你的人生才真正的开始。无能为力也叫顺其自然，心无所谓又称随遇而安。保护自己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回应，不要回应那种恶意的能量，让它自然的消失。
对于不喜欢的或者看不惯的，尤其是消耗你的人和事，一律不回应，不纠缠，不内耗。在复杂的人际交往里面，对别人的挑衅或负面情绪不接招，不回嘴，是聪明人保护自己的好办法。这就好比给自己穿上了坚固的盔甲，又像是在大脑里安装了一道防护网，能把别人的攻击性言论挡在外面，不让自己受到伤害。这可不是逃避，而是有科学道理的自我保护手段。生活中有3类人特别需要用不回应的方式来应对。第一种是情绪消耗者，这类人大概占人群的20%几，他们总爱没完没了地倒苦水抱怨，每次和他们聊完天你都会感觉特别累。对付他们最好开启社交节能模式，收到消息别急着回，至少等2小时，而且回复的时候尽量简短，字数别超过3个。第二种是抬杠专业户，约占人群的10%，他们就喜欢和人争论，还经常设置逻辑陷阱，想证明自己比别人聪明。遇到这种人，用一些万能的客套话回应就行，比如这个想法挺有意思，值得好好琢磨，别掉进他们的争论圈套里。第三种是含沙射影的人，大概占10%几，他们喜欢用开玩笑的方式损人，试探你的底线，这时候不用回嘴，就盯着对方3秒钟，然后把目光移开，让他们的攻击扑个空。不回应背后是有科学依据的，那些故意惹你生气的人，就盼着你发火回应，这样他们会觉得满足。但如果你不搭理他们，他们得不到这种快感，自然就不会再继续攻击了。实验发现，如果一直不回应，对方的挑衅次数3天内会减少60%左右。另外，遇到别人言语攻击时，先憋住几秒钟再开口，大脑就能恢复冷静，做决定也会更理智。不说话的时候，大脑分泌的一种物质能快速让你平静下来，而且人很容易被别人的坏情绪影响，不回应就能切断这种传染，避免陷入你一言我一语的恶性循环。研究发现，保持沉默观察时，大脑里负责情绪反应的部分活跃度会降低40%左右。想要更好地保护自己，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入手。在处理人际关系上，首先要找出那些总让你感觉疲惫的人，记录每次和他们打交道后的情绪变化，然后和这些人保持距离，减少接触。每几个月检查一下自己的社交圈子，把那些只会消耗你情绪，没什么正向回报的关系清理掉。回应别人的时候，也有一些实用的话术技巧，比如用拖延法，说这个问题以后再聊，实际上就是无限期搁置；或者用豁达回应法，说从长远来看，这点小事不算什么。还可以用时间淡化法，说过段时间再看，想法肯定不一样。另外，表情和姿势也能起到保护作用。和对方说话时，眼神看着对方眉毛中间，会让对方觉得你看穿了他。一直保持微笑，嘴角微微上扬，传递出别随便招惹我的信号。
说话时双手交叉放在腹部前面，就像给自己竖起一道心理防线。真正厉害的人都明白几个道理。第一，沉默是有价值的，少花1分钟吵架，就能用这些时间去做2、3倍有意义的事。第二，要远离那些消耗自己的人，和他们纠缠只会拉低自己的层次。第三，保持神秘感很重要，让别人摸不透你的反应就是最好的防御。古话中讲，不战而屈人之兵，在言语冲突里也是这样。你不接招，对方吵着吵着也就没劲了。老虎不会和苍蝇较劲，将军赶路不追小兔。保持沉默不是认怂，而是为了守住自己的精力，把时间和心思留给真正重要的人和事，这才是对恶意最有力的反击。你有没有发现，那些真正厉害的人看起来好像都有点不合群？他们不热衷于争论，不陷入烂事，也不轻易被情绪带偏，不回应，不纠缠，不共业。这并不是冷漠，而是他们清晰地明白一点，人生最大的坑是回应错的人，纠缠错的事儿，共情别人的业。首先不回应，你的注意力就是金钱，注意力是大脑的老板，我们关注的任何事物都会被放大。那具体要不回应什么呢？第一，不回应杠精，不要跟不同频的人吵架，因为无论输赢都是消耗。杠精之所以喜欢杠，一种原因是他们自己破防了，你表达的观点刺痛了他们，你的行为暴露了他们肮脏的一面，所以他们为了维护自己，要站出来跟你杠。另一种原因就是纯闲的，没什么事做就想找个人反驳一下，就跟闲着没事做的调皮孩子喜欢捉弄别人来找乐子是一样的，希望你看见认同他，所以别为了不相干的人浪费你的时间和精力。第二，不回应捧杀，对自己要有一个清晰客观的认知，才能分清楚哪些夸赞是真诚的，哪些夸赞是言过其实，另有目的的。捧杀是毁掉一个人最隐蔽的手段，唯一的防御方式就是面对过度夸赞微笑即可，不用害怕的连连拒绝，也不用笑得合不拢嘴，要不卑不亢，不悲不喜，不表态。第三，不回应自己犯的错。论语中说，君子不辩污，小人犯错一定会想办法遮掩，但君子犯错是掩饰不了的，大家都会看见。但人非圣贤，错了就认了，认了就改，没有人会因为你犯错就否定你一辈子。不要回应别人对你错误的指责讨论，因为你对外界回应什么都不重要，你改了就是对此最好的回应。毕竟在犯错这件事上，能真正获得成长的人是你。讲完不回应，我们再来讲讲不纠缠。人生90%的烦恼来自于不甘心，普通人说在放下，高手赢在及时止损。那具体要不纠缠什么呢？第一，不纠缠烂掉的感情，毅力用在错的人事物上就是执迷不悟。爱情不是你坚持就有好结果的，原生家庭不是你坚持就能改变的，
友情不是你坚持就是一辈子的，过度纠缠的本质是身在其中，看不清这段关系早已溃烂乏臭。分辨一段烂关系的唯一标准，就是它是否严重损伤了你的利益，频繁消耗你的精力。第二，不纠缠沉没成本。我付出了这么多，这句话害了多少人呢？沉没成本不参与重大决策，你无论付出了多少，投入了多少精力，只要看不见明朗的未来和结果，都应该及时止损。过去的投入与未来能否成功无关，决策应基于未来的收益，而非过去的付出，否则你一定会背负更多的债务，陷入更大的困境，遇到更多的麻烦的。真正厉害的人敢于跟过去断舍离，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纠结沉没成本只会让未来更贵。第三，不纠缠小人。小人的游戏规则是没有规则，对于一个有底线有原则的普通人来说，与之纠缠就会陷入被动。他们擅长造谣、挑拨、耍阴招，逼你进入他们的战场，不断用是非琐事来消耗你的精力，让你做不了正事。对付这样的人，不接招，不解释，不自证，不恋战，减少接触，努力向上爬，成为那个他们都够不着的存在，就是最好的方法。尼采说，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亦成恶龙；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将回以凝视。最后我们来讲讲不共业。你所处的圈子决定是被拖垮的，还是被托举的。那具体要不共什么业呢？第一，不共受害者的业。受害者思维的本质是情绪成瘾，拒绝成长。他们的核心逻辑是，什么都是别人的错，世界对我不公平，不想面对现实，承担责任。受害者思维本质上是一个舒适区，因为痛苦让人获得关注，改变却需要勇气。他们擅长用苦难来绑架别人。我这么惨，你们必须帮我。你以为你在安慰他们，在帮助他们，但其实对方在享受被同情的快感。你越共情，他们越依赖。过度共情受害者思维的人会被迫承担他们的业力，最终你会被他们吸干能量、金钱，甚至毁掉生活的。第二，不共父母的业。不要肩负父母的命运，不要过度操心你的家人。父母的不幸是他们人生的选择和结果，不是你造成的。盲目替父母承担苦痛，只会扭曲两代人的关系。孩子无法拯救父母，就像病人无法治愈医生一样。背负他们的痛苦，就等于重复他们的人生。很多人会无意识地重复父母的命运，因为他们潜意识里认为，如果我过得比父母好，就是背叛他们，最终用自我牺牲来证明我和你们是一体的，来换取归属感。你要把自己放在最高优先级，只有你过得越好，才有能力真正的帮助父母。第三，不顾内卷的业。内卷就是群体无意识的自我消耗，所有人都在拼命加班，提高效率，提高标准，但收入锐减，
疲倦翻倍。所有人都在争夺有限的标签，比如学历、编制，却忽视了自己真正要去创造的价值。为什么你越拼命上班就越累呢？因为有些赛道本身就是在消耗生命，你越参与内卷，就会越强化这套规则，最终所有人都是输家，就像一群人围着一块蛋糕疯狂抢夺，最后只剩满地奶油，一片狼藉。面对内卷的环境，需要思考这3个问题。第一，识别自己的伪需求，问问自己这个标准需求是谁定义的。比如盲目考研、买房、买车、考编上班，我真的需要吗？第二，找到差异化的生存策略，与其在独木桥上堵车，不如去旷野里撒欢。你可以放弃大厂的光环，去做自由职业，可以不用上班去搭建个人事业，可以放弃稳定，去探索生命的起伏。第三，建立自己的标准，不要顺着社会的标准去规划自己的人生。无论上班还是创业，你都要明确一点，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怎样的自己。没有绝对稳定的工作，真正的稳定是拥有随时能离开的能力。不回应，不共业，是一种超脱的人生哲学，让我们认识到，在有些情境下，沉默与冷静能够避免无谓的争执与负面业力的积累。当我们意识到一切众生皆处于因果循环之中时，主动选择那些能够引领自己及他人走向更高的觉悟和向上力量的行为路径，避免卷入痛苦与束缚的模式中。这需要我们明智地分辨哪些是促进内在成长与和谐的业力，哪些是应当远离的。当你能够分辨且不回应那些试图将你拉入负面情绪的呼唤，当你学会不回应，不与之共业，你便是在用自己的光芒照亮前行的道路，同时也温暖了周遭的世界。记住，真正的力量源于内心的平静与强大，而非外界的认可或争斗的胜负。业力不仅仅是简单的因果报应，它体现了行为与后果之间的深刻联系，强调了个人对自己生命状态的责任。明了我们的思想、言语、行为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如同播种于心田的种子，终将在生命的土壤中开花结果。每一个行为必然带来相应的结果，无论时间长短，果报终将成熟。同时也指出，通过修行和善行可以改变未来的业力轨迹，通过正念、慈悲与智慧的培养，我们可以净化过往的业力，导向更好的生命境遇，乃至最终达到涅槃解脱。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回复一句不回应，不共业。最后，愿您六世吉祥，身心自在。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